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肩膀是不是总是感觉特别的沉重？用手一摸，发现里面全是粗粗的大筋。很多朋友长期因为低头或者长期因为做家务，导致了这个肩膀越来越厚，慢慢的脖子都被压的没有了，这个整个肩膀变得又厚又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肩膀这里只要不好，它慢慢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颈椎，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后背。那么有很多人说，老师，我这肩膀厚的，我自己都抓不动，怎么办？今天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来自于民间，咱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神仙一把抓。这个一把抓解开我们的一把锁，你会发现你的肩膀轻松了。我们甚至都不用碰这儿，只要把一个锁给它解开，整个肩膀完全就放松下来。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同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那么我们讲的这一把锁在哪里呢？其实非常好找啊，就是在于我们的肘横纹上方，我们的肱二头肌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肘横纹在这个位置上方，大概在2到3指左右，就在这个地方。我们3个手指压上去以后，我们做个小小的试验，把手往上一压，压住。你会感觉到微微的发酸，有的朋友一压特别的疼。好，压住了以后，你做一件事，抬就行了。肩膀往上抬，你感受一下。如果你一压这里，肩膀一抬，发现特别的轻松，感觉就像没有了一样。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给它松开来。怎么松？2种方法。一种呢是传统的一把抓这是对于咱们手上有劲的朋友们，一般男性的朋友手上有劲，对吧？我们把手把这个位置给它捏住。捏住了以后，快速的用力的，一定要用力的捏，然后快速的把它一抓，这么一扯，给它扯下来。我们去做个5到10下，你看，1、2一定要用力。你看捏住了以后，扯开来，3、4，做个慢动作5这么扯开来，5下做完以后，你活动一下肩膀，这肩膀一下就松开来了。这个呢是对于咱们手上有劲的人。如果你的手上没有劲，咱们女性朋友你说老师我做这个动作我根本都捏不住，我手上都捏不住，怎么办没有关系给大家讲了一个第2个方法，就是针对咱们女性朋友的。女性朋友捏不住的没有关系，你找到这把锁就已经完成90%了。然后怎么办呢？顺着它，把它这个地方给大家去转开这个手掌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这么去往下走。然后这个位置把它转开来手掌是这么放，这里把它转开，转开了以后，一般来说的话要1分钟到2分钟，那比一把抓的时间是长一些，但是省劲对不对？咱们手就这么转，顺时针也好，逆时针也罢，都可以。最重要的是把它转开，转开了以后，明显会发现这个地方变软了，有弹性了。这个时候你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活动一下你的后背，全部都松了。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非常重要的一把锁，一定要记住，把它慢慢的转开、打开。这个地方只要一打开，肩膀上面慢慢就松了。那么很多朋友说，老师，我肩膀上面松了以后这个就可以了吗？其实还有一个小尾巴，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肩膀有很多朋友喜欢这么捏，没有用，你记住了，找谁？找这个位置我把扣子解开，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你这个地方松完了以后，再找一个地方找这个位置。它是斜方肌隆起的地方，但是我们不找它，我们从这里斜着往下走，把这条线给它转开来，就这么去转。如果手上有工具的话，咱们随便拿一个笔，拿一个任何东西往里面去戳着就行戳着以后往里面转开来，这个地方会摸到一些大大的绳子或者一些疙瘩，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它是非常柔软的非常柔软的，你很容易就能摸到。摸到以后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转开来，每天坚持转一转，你会发现逐渐的，你的整个肩膀软下来了，而且肩膀一软下来特别有意思整个脖子这里就会显得非常的修长有的朋友他常年这样的，一定要把这个位置放松下来好，今天咱们就把内容分享到这里了。所有的家人朋友们，感觉大伟讲的好的，一定要记得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同时转发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咱们的账号里面啊会分享一些非常干货的内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把关注点上。我是大伟，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总是感觉身上乏力没有劲，吃东西啊没有食欲啊，吃不进去，并且呢到了春天以后啊，即便是现在的气候季节已经非常不错了，还是感觉这个手上脚上只要一不动啊，它就感觉像冰窟窿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了，我会教你一个道家的大揉腹法。这个大揉腹法你做完以后，你会发现额头后背会发热，而且做完以后啊，很多朋友原来喝咖啡的喝茶的都不喝了，自己啊就感觉有劲。为什么？因为这个大揉腹法是针对我们里面的成员的，你只要这样去做，就能让我们里面啊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说的再多不如自己体验一下这个答案。大揉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这个大揉腹法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记住一个口诀，叫做右伸左降，饭前做啊，它不是饭后做的一种揉腹法。饭后做呢，一般是叫小揉腹法，是这么揉。大揉腹法，你看，把你的双手啊折叠在一起，放在我们的右下方啊，这是我的右侧，你们看起来可能是左侧啊，右下方，右边往上伸，然后滑到我们的左边，左边往下降，然后再绕回来，就这样，记住右伸左降啊，你看右伸左降，大揉腹法。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很多朋友看起来说不就是这样吗？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是的。在做的时候，你得学会运劲啊。什么叫运劲？你看，右伸的时候吸气，左降吐气，吸吐吸吐，我们做的幅度要大一些啊，就这样做。那么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不仅仅是我的手，我的身体啊也转动起来。我们就这样做。右伸左降，做得快的话呢，就不用配合呼吸。如果你是慢慢做，你看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样配合也是可以。每天这样做多少下？99下。饭前半个小时做，就这样做。做着做着，你会发现里面热，热完以后，你的后背、额头都开始出汗。出的汗是什么样呢？是细雾一样的汗，手一摸像一层雾一样。这种汗就是好的汗，你的一些小寒，你的一些小凉，都会和这个细雾一样的汗怎么样出来？而且呢，很多朋友刚开始做了以后啊，会发现肚子里面啊有鸣叫，咕噜咕噜响，这是好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做？而且幅度要越大越好呢？你们把手啊放在一起摩擦，摩擦摩擦，你会发现摩擦摩擦会怎么样？里面就热啊。我们在做的时候运动的是哪里？运动的是我们的五肋。就这么去做，里面在一起摩擦，它就会热，热了以后就有光有能量，它就会把不好的怎么样请出去。所以我们每天就这样99下，就这样去做大揉腹法，幅度要稍微大一些。记住不要饭后去做，因为它是一种运动，我们要饭前去做，30分钟去做，做完以后热了你就舒服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身边有朋友需要这个视频内容，请麻烦你把它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道家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叫做拿手。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做甩手10下不如拿手1下。为什么拿手这么牛呢？很多人学会以后啊都不甩手了，就做拿手，每天做2、3遍。因为大家很多人啊都明白一件事，叫做筋长1寸，寿长10年，这是一句老古话。那么我们把它反过来再讲一下，叫做人老筋缩，筋缩人弱。所以这个筋啊非常的重要，只要你能把你的筋拉长，你会发现你整个状态，你身体的柔韧性，你的协调性，包括你的整个循环代谢啊都会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我把拿手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里面的细节非常多，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视频先收藏下来，同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咱们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好了，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讲解动作。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解拿手，有3个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就是你的五指啊，要把它张开来，把它张到最大。第2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手啊，你看要把它折起来。
这样一折，始终保持住这个方向，把它折住。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手肘一定不能弯啊，在整个过程当中，手肘是伸直的，五指张开的，手是折着的，这个就把它持续的保持好。那么这就是起始的姿势。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听到一个词叫做腕口，这是手腕的口。这个口子呢，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我们来开始演示一下啊。手掌啊，起始姿势是这样的，把我们的手指打开，头往上看，小腹收紧，然后来你看转，把我们的腕口朝向正前方，就这么转，转到正前方以后呢，我们你看腕口朝哪，我们手就朝哪个方向抬起来，就这样把手抬起来，侧面看一下啊，抬起来以后手是伸直的，你看再来转，把我们的整个腕口朝向外侧，就这么转。手要往前撑啊，朝向外侧以后，你看这个时候很重要了，把头抬起来，头往上看，腹部收紧，手往两侧打开，就像开窗户一样，这么打开，头往上看。此时呢，很多朋友做到这一步啊，就会有感觉了，那个手啊，你看一下子就缩下来了，这个手一下子就怎么样，手肘就弯了。我们尽可能的保持住啊，极限到底的极限，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拉筋的过程。然后保持1到2秒钟，你看转，把我们的手腕朝向上面，腕口朝上，向上怎么样？合并，向上合并，合并上去以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看好啊，把手往上去撑，努力往上顶，顶着就像一个大石头要掉下来，你是拖着它一样啊，顶上去，顶上去以后腕口转，腕口朝外。此时呢，你就想象天要塌下来了，把它往上去推，这个也叫做托天举。1到2秒钟以后，慢慢向下，这个就是收工了。腕口朝内，腕口朝下，收工。好，这么呢就是一下拉手。你看整个时间啊，做完以后你会发现时间比较的长。其实我们日常啊3到5次就够，而且你要早上去做啊，特别的棒，特别是在春季的时候做啊，非常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接下来会把它简化，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所有的朋友可以把手机放下来，跟着我一起去做。我们先回到起始姿势啊，手五指张开，你看手腕折，手肘伸直，然后转，腕口朝前向上打开，保持1到2秒钟，腕口朝外，向外打开，开窗户，头往上看，开到你的极限，有这种拉筋的感觉，保持1到2秒钟，腕口转，腕口朝上啊，腕口朝上，向上合并，向上合并。合并上去以后，别急，往上去推一下，仿佛大石头要掉下来了，别让它砸着自己，往上撑，撑住了1到2秒钟，腕口朝外，手转，托天举，托着天举起来，1到2秒钟，往下，腕口朝内散弓，腕口朝下，这就是一下拉手。你看我们在做的时候，很多朋友做完以后啊，肩膀、后背、脖子都会酸，为什么？有发力感，有拉筋感。5个手指做完以后活动一圈，哎呀，松了，舒服了。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动作里做完以后，它就有结果，有答案。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每天做3到5遍拿手，做完以后连续做7天，自己感受一下。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在别人那点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咱们来讲一下腿脚。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啊，腿脚不太好。那么什么是腿脚不太好呢？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啊，你的腿部总是如同灌铅，走2步啊，这个腿上就特别的乏，特别的重。或者呢，你上下楼、爬楼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个腿脚啊不听使唤，有力气啊，但是使不出来。还有一类人是什么呢？经常感觉腿上重啊，小冰小寒啊，甚至这个腿只要抬起来以后，他这个脚踝啊是往上勾不了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呢，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台阶，你的腿抬起来了，但是脚尖没勾上去，这么一绊就绊倒了。这一绊倒啊，不得了，你往上一躺啊，就是6个月起步。所以呢，腿脚很重要。那么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道家练习腿脚的方法，叫做什么？叫做踏云步。踏云步呢，是我的一个老师傅啊教给我的，今年92岁了，练习了20多年，92岁的年纪自己去爬楼，自己去买菜，依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这个动作我现在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多，大家要反复的去观看。同时呢，感觉做完以后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咱们现在话也不
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那么踏云步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从侧边给大家看一下，把你的腹部收紧，然后把你的腿抬起来。抬起来以后，你注意3个点，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脚底要和地面平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腿和地面平行，3个点平行。然后把我们的腹部收紧，脚往前伸，脚要把它怎么样往下压住，然后把我们的脚往后，再往后的时候呢，你的脚尖啊要把它往上勾，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做快一点就是这样啊。很多人说这个动作啊像踩自行车，其实不一样。因为你踩自行车用不了自己平衡，而这个动作，你看我在做的时候，腹部只要一收紧，往前一压，往后靠的是哪里？靠的都是自己的平衡能力啊！很多朋友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建议都是手扶着墙，一手扶着墙，一手去做。在做的时候，你注意几个点：我们脚在抬起来往下去压的时候，脚尖要往下压啊，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脚上的经络给拉开了。然后再往后的时候，腿往后伸，这个脚尖要勾起来以后，又拉开了我们后面的经络，然后再往前往上，如此反复，做多少下？刚开始我建议大家一个腿啊做上一个10下到20下，左右腿啊交替去做。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腹部这里啊酸溜溜的，同时呢，你感觉动的，比如说现在是我的右腿在动。但是我的左腿这里啊，整个稳定的肌群也会感觉酸溜溜的，因为它保持稳定性，不让我们啊歪歪倒倒，所以这个地方也把它锻炼住了。刚开始咱们练习的时候是把手扶着墙，练着练着手就可以虚着扶着墙，啊虚着扶着墙，然后慢慢的把手练习到什么脱离，这样的话呢，你把这个动作就完成了。这个动作每天练，每天左右脚各做20下，一天做个2到3组。做完以后自己感受，连续做7天，发现这个腿脚啊有力气了，有力量了，这就是非常棒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3伏天即将到来，在3伏天的时候啊，咱们很多人会选择很多的小贴片啊，往身上去贴，或者找专门的人啊去给自己身上贴。这个习惯有很多人一养就养了10年，为什么？因为3伏天很有名啊。以前的人啊都认为冬天产生的一些问题，在夏天去解决，可以很好的从根上面把它给挖走，这就是冬病夏治的由来。所以很多人是非常重视3伏天的，但是咱们有很多人啊却忘记了一点，就是非常根本的一件事，很多人只看到了表层，没看到深层，是什么？就是扶阳和祛湿。你看扶阳祛湿，咱们不能把它分开来谈，一定要把它混为一谈。为什么？因为扶阳和你祛湿这2个其实是一个意思。有朋友听到这里啊就不理解了，我先给大家讲一句话，你听完就明白啊，叫做湿气喜聚足底，涌泉为其泄口。涌泉通则湿气泄，阳气生；涌泉堵则湿气聚，阳气散。那么涌泉我们先放开不谈，你会发现这个湿气和阳气它们之间它会有一个平衡的关系。我们讲夏天的时候就是祛湿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有的人说啊，湿气太难去除了，千寒易去，一时难除，这是因为你没看到本质。很多人只是着眼于去湿气，而没有把这个阳气啊看得很重。湿气如果重了，它就会压住阳气，就是这个乌云密布压住了太阳，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阳气如果太阳它的热量很足，它往上升了，就会把这个湿气啊给它往下去压，逐渐它受不住这个热量，就会散开来的。这就是扶阳祛湿的一个根本。所以在夏天，我们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不是说你去贴这个3伏贴，而是如果你身上湿气重，平常寒气重了，趁着这个时候，借着天的一个火，把你身上的阳气给它往上扶。那么阳气往上扶，首先我们第一件事可以做什么？叫做天灸。天灸是什么？很简单，把你的背对着太阳啊，每天去晒。但是注意啊，把头部这个位置啊给它蒙上，拿一个东西把它蒙上，最好是撒点水，这个潮一点的毛巾蒙上。这样的话呢，把头部先保护好，把你的大椎不也堵上，大椎暴露在上面，把你的背
如果可以的话啊，把背露出来给太阳去晒，这叫天灸，每天去晒上一个20分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我知道咱们很多人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特别是一些女性朋友啊，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呢，咱们穿着衣服也行，但是注意啊，自己啊要把这个防晒的手臂上面要涂好，主要是晒背啊。除此以外，你的这个脚底，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涌泉也是非常重要的。涌泉这个点是什么？你记住，它是一个大本营。我们的水水湿湿都是往下走的，所以湿气重的人，你会发现他的腿会特别的沉，走起路来这个腿脚没有劲，腿脚乏，大腿上面这个肉啊，你摸起来以后啊就感觉啊很虚很抛啊，这都是湿气往下走的一个表现，而且湿气聚多为痰，它往下走了以后，它还会困在你的这个脾胃当中，同时你的脚底堵住了以后，常年就会冰凉寒冷。所以在这个时候，涌泉也是不容疏忽的一个点，很多人把这个涌泉就忘掉了。夏天这个涌泉咱们怎么做啊？你记住，有一样东西叫做扶阳七君子，在夏天这个3伏天热的时候，咱们去贴上749天，把涌泉这个口打开。涌泉通则湿气泄啊，湿气泄了，阳气啊，涌泉这个口啊生阳的，你的火就升上来了。那么这扶阳七君子是什么呢？这是我的师傅传下来的一个方法，所以在这里啊分享给大家。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去配，但是我会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施足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去除了顽固的湿气，强壮了身体啊。上面就写着扶阳七君子，大家可以记一下啊：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就这7样啊组成的一个小贴片，就像这样的一个小贴片。这个小贴片就是凝聚了这7样的精华所在。那么这个小贴片，咱们每天睡觉之前就把它贴在足底的涌泉之上，2个脚都要把它贴上。你坚持去贴上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当你第1天贴完撕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就有答案了。你会发现上面沾着一层黑乎乎、黏稠稠的东西，这些是什么？都是藏在里面的湿。同时呢，这个扶阳七君子贴在脚底的涌泉，它还会逐渐的把这个能量渗透进去。像我自己有段时间湿气就特别的重，感觉每天都很累，腿脚很乏，而且注意力不集中，一天得睡上10个小时，就是睡不着，你躺在床上你就不想起来，整个人就一个字懒，而且腿没劲。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了，为什么湿气重的人他不是不喜欢运动，而是被缠住了，就相当于我们在泥巴地里面走路一样，这个泥泞的地啊，让你的这个双脚啊走起来都很难受。这种感觉，我相信只有湿气重的人才懂。所以我求助了师傅，他给我推荐了南施足贴啊，这是我们师门当中的南施足贴。把这个南施足贴贴在脚底的涌泉上，我就按照他的方法去做，贴上了749天。其实当我第1天贴完以后，我心里面就踏实了。为什么？因为当我第1天贴完以后，我把它一撕开，上面沾着一层黑乎乎、黏稠稠的东西，这些都是藏在里面的湿气啊，藏得很深。东西把它抽出来了，不好的抽出来了，能量打进去了，所以那几天你会感觉啊，就是脚底上面有一些发热。然后你坚持去贴上一段时间以后，你会逐渐的发现身体上面，好像力量一点一点的恢复了，身体强壮了，没有湿气啊。用以前的人的话来说啊，叫无湿什么一身轻啊，没有湿气了，你身上都轻了啊。所以呢，没有湿气以后，不仅你的脾胃开心了，你的整个状态也会逐渐的强壮。原来总是找你麻烦的一些小问题啊，逐渐的就不在了，它不会给你再敲门了。所以在夏天这个时候，你记住，利用好了，事半功倍。冬天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夏天就要怎么样？把我们的阳气啊往上去浮得高高的，这样的话，你的水水湿湿不敢再露头，出来了就散开了。阳气一高了，你在秋天和冬天也会变得更加的舒服。